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幸福美食频道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今天来做个日式超熟纯奶吐司。看介绍说，这个吐司在日本市场销量排名第一。它的超熟制法采用了汤种混合中种的做法，强调面团经过超长时间低温发酵，还有汤种加中种的复杂手法，来让这个面包慢慢熟成，让小麦原有的甜味与香味得到充分的释放，吃起来如米饭般软软糯糯，入口即化，连面包皮都是软软的。第一步，先做汤种，在一个碗里放入30克高筋面粉，另外一个碗里放入牛奶、黄油、盐，放到火上煮开。煮开以后，马上倒在高筋面粉里，搅拌均匀。拌好以后就是一个小面团，然后我把它放在保鲜膜上压扁，再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到冰箱里冷藏。再来做中种，牛奶里边加入干酵母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再加入高筋面粉和糖，搅拌均匀。搅拌好以后也是一个小面团，然后表面盖上保鲜膜，先在室温下发酵1到2个小时。我的室温是24度，发了1个小时以后，我看它没有什么变化，所以就多发了1个小时。2小时以后，它的体积稍微大了一圈，然后写上点时间，省得忘了。再把它放到冰箱7度去冷藏发酵，建议发48个小时左右。我这个面团是大概发了44个小时。扒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状态，已经有很多的蜂窝了，这样就可以揉面了。你想再多发一天，发到72个小时也是可以的，那它的风味会更足。这个是发了24小时的中种，很明显它的组织就没有48小时那块蜂窝大。你要想这个样子去揉面也可以，只是发酵的风味会差一些。中种发好以后，就把屏幕上的这些材料放入揉面缸里，用厨师机的中速5档先揉10分钟左右。先用2档稍微揉一下，等没有液体了，面粉也不会飞溅了，就转5档。我是揉了11分钟，揉到这个状态，差不多是9分筋吧。面团可以拉出薄膜，破洞边缘有少量的锯齿，这样子就可以加黄油了。加黄油以后，先用3档揉3分钟，然后再转5档，1分钟1分钟的揉。要随时观察面团的状态，还是比较容易揉过了。最后就揉到9.5或者10分筋就可以了。我是揉到了9.5，看这个状态，这个破洞的边缘比较光滑，有非常细小少量的锯齿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面团取出来。吐司揉好的面温要控制在24到26度之间，面团滚圆盖好，在26度的室温下松弛30分钟。30分钟以后把面团倒出来，给它平均分割成3等份。然后把每一份都滚圆，滚圆后再松弛20分钟，然后把面团擀开，上下轻轻的擀1、2下就行了，不需要把气都排干净，拍掉边上的气泡，翻面，底边稍微压薄一点，从上到下卷起来。3个都卷好以后，再发酵30分钟，发到按下去有非常轻微的回弹，就可以进行最后的擀卷了。可以看一下，我是从下边开始擀的，不是从中间。擀的时候一定要轻，千万不要太用力。也是上下2下就可以了，拍掉边上的气泡，然后翻面。底边压薄，再从上到下卷起来。
3个面团都朝一个方向放在吐司盒里。我用的这个是3能低糖吐司盒，放到30到35度，湿度80%左右的环境里去发酵，发到8分满，表面刷一层牛奶。这个8分满是面团的顶部，距离吐司盒的顶部还有2厘米，可以用尺子量一下。然后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下层，低糖吐司盒用上火150，下火190烤25分钟。普通的吐司盒可以试一下下火用200度，上火一样，时间就尽量都给它控制在30分钟之内出炉，因为烤的时间越久，面包就越干。烘烤结束就马上取出来镇模具，放在晾架上晾凉。这个面包按照超熟的制法做出来，非常的软。虽然没有放淡奶油，但是口感就像放了淡奶油一样，那么的绵软细腻，真的非常好吃。看它的组织非常的绵密。这个是我最后做的，我一共做了6次，最后做的时候擀卷我就轻轻的擀了一下，看它的组织就可以做到这样的细腻了，根本不需要用力反复的去擀它。奶香味十足，软软糯糯，真的非常好吃，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做起来做起来！如果大家做了这个面包，欢迎到我的新浪微博艾特我来交作业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